你以为师徒如父子，那是你没看过《水浒传》。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那些让人大跌眼镜的塑料师徒情，保证颠覆你的三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大家不是那些打打杀的江湖恩怨，大家来聊点接地气的，聊师徒。说到师徒，你脑海里不是浮现出唐僧和孙悟空那种相爱相杀，或者郭靖和姜，醒醒吧，那都是小说里美化过的。在现实的封建社会，尤其是在《水浒传》那个乱世里，师徒关系可没那么单纯，更多时候就是一个赤裸裸的利益祭师。我们得先搞清楚现代的师徒和古代的师徒和生，那可是两码事儿。为什么学校里的老师教你的是知识，是数理化、文史哲，是让你明事理、辨是非的？这相对纯粹，以往是一种精神上的引领。但古代的师傅不一样，他教你的是什么？是手艺，是安身立命、养家糊口的本事。你想想，你以后靠什么吃饭？是靠你在学校里学的那些理论知识吗？大部分人不是吧，更多的是靠你后来学的那些专业技能，那些实操经验。所以古代师傅收徒弟，那可不是做慈善，他要考虑两点。第一，这手艺得传下去，不能断在自己手中，这是传承的责任。第二，现实多一点，师傅也得吃饭啊，他把你送出去了，你得回报他吧？怎么回报？要么给报酬，要么给师傅当兵，甚至在关键的时候，你还得为师傅卖时刻命。说白了，古代的师徒本质上就是一种商业利益关系。所谓一日为师，一生为父，更多时候是一种道德绑架，是为了维护这种利益共同体而打出的感情牌。在这种利益驱动下，师徒之间能有多深的感情？这就像你和你的老板平时在严肃和谐，真到了利益关系的时候，你看谁还顾得了谁？所以啊，在《水浒传》这个大染缸里，就出现了各种奇葩的师徒，有师徒坑师弟的，有师徒坑师的，还有师徒俩互相算计、互相利用的。今天我们就结合《诗水浒传》里的故事，好好给大家扒一扒这些不靠谱的师徒，看看这背后的利益关系和人性缺陷。大家先来说说这徒弟不靠谱的。《水浒传》里有一对特殊的师徒，他们既是师徒，又是亲兄弟。哥哥叫并尉迟孙立，弟弟叫小尉迟孙新。这哥们俩的名号都跟唐朝大将尉迟迟，尤其是哥哥孙立，人送外号并尉迟。这并字在这里可不是生病的意思，而是超过的意思，是他的武艺比尉迟恭厉害。孙立这人武艺高强，为人也正派，在登州担任兵马提管辖，大小也是个军官，吃着皇粮，日子过得还算安稳。他对自己的弟弟孙新也没得说，一身本事都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弟弟。按理说，这弟弟应该对哥哥感恩戴德吧？可我们这个孙新啊，是个不安分的主，他娶了个老婆叫妈妈大虫顾大嫂，这两口子都是混江湖的，性格豪爽，喜欢结交朋友。这不，顾大嫂的两个表弟解珍和解宝也是猎户出身，因为得罪了当地的恶霸毛太公，被陷害进了大牢，眼看就要性命不保。顾大嫂一听说这件事儿，那还得了，立马要带着孙新去劫狱救人。可劫狱这种事儿哪是那么容易的？登州大牢守备森严，就凭他们两口子，根本就别想混进去了。这可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，孙新眼珠子一转，计上心来，他想到了自己的哥哥孙立。孙立是兵马提管辖啊，管着当地的军队和治安，他肯帮忙，这事儿不就成了吗？顾大嫂一听，这主意不错。可问题是，孙立是个正直的人，他怎么可能知法犯法去帮劫他们呢？哎呀，就算救真解宝，孙立这官还得成吗？搞不好还得受牵连，一家老小都得跟着倒霉。不过孙新和顾大嫂啊，那是典型的江湖思维，为了兄弟情谊，什么都可以不顾。他们根本没有考虑哥哥孙立的自身和利益，一心只想救人。于是这两口子一合计，就想生出一条毒计，绑架孙立。怎么绑架呢？他们知道孙立是个重情重义的人，就利用这一点。顾大嫂家里装病，装得要死要活的，
然后派人去请孙俪夫妇过来。孙俪一听说弟妹病重，那还能坐得住吗？赶紧带着老婆就赶来了。等孙俪夫妇一进门，孙鑫立马就让人把门给关上了。顾大嫂呢，也从床上跳出来，跟生病的人一样。孙俪一看这架势，就知道自己上当了。她质问弟弟：“这是要打的？”这时候，孙鑫才把实情说了，说要劫狱救、解珍解宝，让哥哥帮忙。孙俪一听，这不是胡闹吗？她断然拒绝。可孙鑫和顾大嫂既然已经做到了这一步了，哪能轻易罢休？他们威胁孙俪，要是不帮忙，今天就别想走出这个门了。而且他们还说，等救了人以后，大家一起上梁山落草为寇，大碗饮酒，大块吃肉，岂不快哉？孙俪这下可真是被逼上了绝路。他本来是安分守己的军官，从来没想过只能造反。可现在被自己的亲弟弟和弟妹这么搞了，他恐怕不答应。况且自己走不了了，老婆孩子也得跟着遭殃。无奈之下，孙俪硬着头皮答应了。就这样，在孙鑫和顾大嫂的裹挟下，孙俪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官职和安稳生活，参与了劫狱行动，最后被迫上了梁山。你说这孙俪冤不冤？他一身本事交给了弟弟，结果却被弟弟算计，把自己的一生都给搭进去了。这就是典型的徒弟坑师傅啊！说完了弟弟坑师傅，我们再来说说这位师傅坑徒弟的。《水浒传》里有个叫打虎将李忠的，这个人大家可能不太熟悉，但他有个弟弟却是大名鼎鼎九纹龙史进。这史进啊，不过个富二代，家里有钱有势，自己又喜欢舞枪弄棒，是个热血青年。那他怎么会拜李忠这么个江湖骗子为师呢？这事儿还得从鲁智深拳打镇关西说起。这时，鲁智深在酒楼里喝酒，遇到了被镇关西欺负的金翠莲妇女。鲁智深路见不平一声吼，就去教训那个镇关西。这时候，史进和李忠也在酒楼里。史进是个直肠子，一听说这件事儿，立马就跟着鲁智深去帮忙。李忠呢，虽然心里不太情愿，但也只能跟着了。到了镇关西的肉铺前，鲁智深三拳两脚把镇关西给打死了。这下可闯了大祸了。鲁智深为了躲避官府追捕，只能跑路。在跑路时，他还需要点盘缠之前，史进二话不说着就把身上的银子都掏出来了。可这李忠呢，磨蹭蹭蹭半天，才抠抠摸搜地摸出了一点碎银子。鲁智深看了他这个小气样，直接就给他扔了回去，说他不爽利。这李忠为什么这么小气呢？他本来就是个跑江湖艺的，没啥真本事，全靠一张嘴忽悠人。他因为之所以收史进当徒弟，就是看中了史进家里有钱，人又很容易骗，他就像个吸血鬼一样依附在史进身上，骗吃喝骗花。史进喜爱年轻气盛，涉世未深，被李忠的花言巧语给忽悠住了，稀里糊涂的就慢慢拜了他为师。可后来琢磨了久了，史进也发现了李忠的真面目。这李忠武艺平平，而且人品极差，贪财好色，毫无江湖义可言。史进虽然家里有钱，但也经不住李忠这么没完没地吸血啊！而且跟着这么个师傅混，不仅学不到真本事，还得天天受气，这谁受得了啊？所以后来史进也渐渐疏远了李忠，自己闯荡江湖了。你看这李忠，为了点钱财，连做人的底线都不要了，专门坑自己的徒弟。这种师傅，说他是江湖败类都不为过。除了这些单方面坑人的之外，《水浒传》里还有一种更复杂的师徒关系，那就是互相利用。这种关系在鲁智深证明了身上得极其明显。鲁智深这个人，大家都知道，那可是个真英雄，真好汉。他行侠仗义，扶危济困，从来不图什么回报。按理说，他这样的人，应该不会人搞什么利益交换吧？可事实并非如此。鲁智深因为打死了镇关西，在五台山出家当了和尚。可他这暴脾气哪受了佛门的清戒律啊？没过多久，他就因为醉酒大闹五台山，被方丈给打发到了东京大相国寺去管菜园子。这大相国寺的菜园子可不是什么好差事，
那附近有一帮泼皮无赖，整天偷鸡摸狗，惹是生非，把之前的管事和尚都给气跑了。鲁智深突然出现，这帮泼皮就想给他个下马威，吓得吓跑。他们假装好意，提着礼物看鲁智深。鲁智深也不傻，赶紧就看穿了他们的把戏。他将计就计，把这帮人把皮引到了粪坑边，然后3下5除2，就把他们一个都扔进了粪坑里。这帮人把皮被鲁智深的神力给吓傻了，从粪坑里爬出来后，一个跪在地上磕头求饶，还要拜鲁智深为。你说这鲁智深能收他们吗？他们却把皮无赖视啊，因为鲁智深心里清楚，这帮皮提出虽然嫉妒，但他们毕竟是地头蛇，对这种带的情况了如指掌。自己初来乍到，咱这里站稳脚跟，还真得用得着他们。收了这帮徒弟后，鲁智深的日子果然好许多过了。这帮徒弟每天提皮轮流侍候他，给他端茶倒水、洗衣做饭，教室地得舒舒服服的。而且又有了这帮徒弟在外面给他撑腰，也没人敢再来菜园子收拾乱了。当然，这帮人提皮也不是白给鲁智深当徒弟的，他们拜鲁智深为师，也看中了鲁智深的武艺和名气。有了鲁智深这个大靠山，他们以后在外面混，那可就更多面子了，也没有人敢轻易欺负他们了。就这样，鲁智深和这帮提皮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微妙的相互利用。鲁智深利用他们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地位，他们则利用鲁智深来提升自己的名气和安全感。如果说鲁智深和泼皮们的互相利用还比较温和的话，那武松和施恩之间的关系就可以更加赤裸裸了。武松一连吃了好几天，也没有人来害他，他昏倒了，就四处打听，这才知道，原来这一切都是一个叫金眼彪施恩的人安排的。这施恩是牢城营管营的儿子，在当地也有个有头有脸的人物。武松是个恩怨分明的人，既然受了人家的恩惠，就得当面感谢人家。可这施恩呢，却一直避而不见。武松急了，就以绝食相逼了，这才把施恩给逼了。施恩一见武松，立马就纳头便拜，口口声称武松为哥哥，还要拜武松为师。武松被他这一套搞得有点懵，不知道他葫芦卖里的什么药。在武松的再三追问下，施恩才吞吞吐吐说出了事实。原来这施恩在孟州城外开了个快活林酒店，生意非常红火。可无意中，这家酒店被一个叫蒋门神的恶霸给盯上了。这蒋门神仗着自己有一身好武艺，还有张都监做靠山，硬生生地把快活林酒店给抢了过去，还把施恩给打伤了。施恩咽不下这口气，一心想要报仇雪恨，夺回酒店。可他自己又打不过蒋门神，只能寻找帮手。当他听说打虎武松英雄被发配到这里后，立刻就动了松的心思，他想利用武的武艺来对付蒋门神。为了笼络武松，施恩显得很煞费苦心。他不仅免了武松的杀威棒，还天天让他送好酒好菜，逼当祖宗一样供着。他一直避而不见武松，就是想吊着武松的胃口，让他对自己产生惊喜和感激之情。等到时机成熟了，他再提出自己的要求，武松肯定会乖乖拒绝。果然，武松在听了施恩的遭遇后勃然大怒，当即表示要帮施恩出这口恶气。这就是著名的醉打蒋门神的故事。武松凭着一身神力，把蒋门神打得满地牙，乖巧地交出了火林酒店。在防疫交易中，武松虽然帮了施恩的大忙，但也因此得罪了张都监和蒋门神背后的势力。后来武松被张都监陷害，险些丧命飞云浦，最后不得不大开杀戒，血溅鸳鸯楼，走上不归路。回顾武松和施恩的美女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，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相互利用。施恩利用武松的武艺来夺回自己的利益，而武松则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施恩松的子。虽然武也从齐施恩那里得到了一些好处，比如免了杀威棒，享受了特殊的待遇，但林林后来所割的代价，这些好处简直不值一提。看了这么多《水浒传》里的师徒故事，你是不是对师徒这两个字有了新的认识？
在那个弱肉强食的社会里，师徒关系往往被剥去了温情脉脉的面纱，触及了师徒利益交换的本质。当然，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，兄弟说所有的师徒关系都是如此不堪。在《水浒传》里，也有像林冲和鲁智深那样心心相连、肝胆相照的好。他们虽然不是名义上的师徒，但在武艺和人格上的交流与碰撞却胜似师徒。正是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，人性的弱点被无限放大，利益的驱使让很多人迷失了方向。无论是坑师弟还是坑师弟，或者是师徒互相利用，说到底都是为了在这个残酷的社会里生存下去。我们回到现实生活，虽然现在已经没有了那样的姿势依附性严重的师徒关系，但职场中的师徒现象依然存在。老员工带新员工，领导提携下属，这都可以成为一种变相的师徒关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同样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，既要感恩师父的教导和提携，要提醒可能存在关系的利益陷阱。别被称为师徒情深蒙蔽了双眼，要学会用理性的目光去看待和处理这种关系。我们经常有那么句话叫“人在江湖飘，怎能不挨刀”，就说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，还真得是多两个心眼。为什么呢？咱们平常可能碰到各种各样诈骗，那包括电信诈骗呢，有传销啊，有什么什么的，就是咱们还真得注意。就我们一些赋闲在家的中老年人，尤其是一些女同志，闲着没事的，您更得注意这儿。是。近年来，电信诈骗屡禁不止。2016年12月22日，因对方承诺35万元的养老金，山东烟台一老太被骗7000元手续费，这种贪小便宜吃大亏的现象，其实古已有之有。得说中华民族传统美德，咱也不害人，咱各处都是正能量。其实更好的一种方式是什么呢？你管好自己的内心。咱们传统文化里包括一些古典小说，你看挺有意思。小说里边你看完了，它里头这些故事情节，其实最终它都是高台教化，归结到正能量上。所以你就包括讲打打杀杀的水泊梁山水浒传，它里头你把这些故事琢磨完，你发现都是劝人向善的。像我刚才说的，有些在家待着没事的中老年妇女说水浒是男人戏啊，有写中老年妇女，有你细看，他这里边写了几位中老年妇女，而且是下场不好的反面教材。通过这些反面教材呢，他引导你该怎么做，你不能贪得心眼摆正了一碗水，得端平了不能走。吓到有人说水浒里有这儿吗？咱今天这么的掰开揉碎给大伙说点，说水浒里头怎么教育中老年妇女的大观。人来碗酸梅汤啊，娘子，你要是下了功也有个安身之处，岂不两全其美吗？千千万万的人都骗了坑了，哪里还少的？他一个今天呢，咱给大伙说个2、3个，你听听有没有道理？头一个例子我要说谁呢？咱都知道宋江犯事犯到什么上，先是给水泊梁山晁盖通信，因为时节村节生辰纲，最后上头发现了是晁盖。他们哥几个干的是宋江报的信兄长，兄长宋雅，我有急事要告诉哥哥，勿理他。宋雅似有话单说无妨，这几位都是我的生死弟兄，晋州府正下文来捉。哥哥意到县衙，他们何故捉我呀？你哥哥生辰纲一事啊。第二个事儿呢，坐牢杀妻，他把他自个儿的小妾阎婆惜给杀了，犯了事儿宋三郎杀人了那么阎婆惜，有人说这名挺怪挺漂亮个小女孩，名字里怎么还有个老婆子的婆字呢？阎婆惜是什么意思？阎婆惜她母亲叫阎婆起，十就老阎婆子的意思，姓阎，阎婆惜什么意思？过去女孩也没个名说这我就这么一个丫头，是我的心头肉宝贝心肝，就是我阎婆呀最爱惜最怜惜的。个人阎婆惜这么来的，说他母亲叫阎婆，说这阎婆惜让宋江杀了，赖谁有人说这我知道阎婆惜太贪想要金子，结果还出轨还最后要挟宋江，这个只是直接原因，他的间接原因导火索从哪儿来呢？他母亲太贪，他母亲净想好事，根本不考虑自个丫头的幸福拉郎配生，硬的把宋江跟阎婆惜配一块儿，雅思若愿收他做个小也省了这份银子了。说这怎么事？咱有的朋友说我看过电视剧，那里头说的不全，小说里头说的很全。他这是我可以简单把经过跟大伙说一下。阎婆呢跟着她老公带着女儿从外地来到山东运城投亲，结果呢这个亲属搬走了，找不着了。他老头子呀在骑
他地方待着水土不服，在这儿犯病死了，母女俩呢没有任何收入，流落街头，连自个老头子怎么安葬都不知道，棺材没地方找去，俩人哭哭啼啼。正这时，后宋江在街上看到他。宋江这个人，咱知道这山东呼保义嘛，及时雨宋江嘛，仗义疏财，一看有这情况，咱得帮啊，愿意干好事儿就拿出10两银子呀。那你们母女俩呀，买个薄皮棺材，把老头安葬了，你俩就过日子吧。你拿这些银子去陈二郎家去付棺材，替他把人发送了。家事善心，老身岂敢推辞？这时候阎婆他可有点贪了，一看宋江这个人有钱呢，虽然不怎么样，搁现在说也就1.6米个头，长得黑了吧唧的，外形看着还不如宋小宝，那他可能觉得没怎么看上这人，可再一看出手阔绰，跟街坊邻居四周一打听啊，说这可了不得了，这是运城有名的人物，黑白两道通吃，家里还有钱，占着房躺着地，厉害。阎婆一琢磨，他既然养我闺女，给10两银子，这只能保一时，如何保得长久呢？这不把我女儿嫁给他，这不我后半辈子吃香的喝辣穿金戴银都来了吗？所以这老婆子这时候啊贪了，你要是能跟了宋押司，那可是你前世修下的福分呢。所以巧舌如簧，连着卖，可怜说动宋江，你就当养个小猫小狗，你把我们娘俩好好养着收了得了。你看我女儿如花似玉，也不求什么大名分，给三郎呢当个侍妾，我们就满足了。所以宋江呢也是纠缠，不过再一看，确实长得也不错，行吧，就这么的买了栋宅子，把娘俩安置下来了。其实呢，他根本就没管自己女儿喜不喜欢宋江，阎婆惜半点都没看上宋江，没办法，明明自己女儿对宋江没感情，生生给拽一块儿。我还有些公事要办，去就来啊！三郎整日除了公事，就是那帮酒肉弟兄，只将婆媳一人孤零零的留在空房这儿，就叫你干娘来陪你好了。哼，谁稀罕？那婆子告诉你，宋押司打扮，你可不是让你去勾搭那个小白脸的，你休想吓唬我！我想跟谁好就跟谁好，快把赵文带给我，拿镜子来宋三郎杀人了所以你看这事儿，他跟我们现实当中的有的家长挺像啊，自己女儿也好自己儿子也好，可得找门好亲。是他爸爸有钱，他爸爸有权，你俩在一块儿吧。跟谁过不是一辈子就开始。那会儿新鲜，这当妈的以为自己是过来人，没想到年轻人都很有个性。你说是？磨到老了，吵了一辈子，好了一辈子就过去了。问题是年轻这时间太长啊，那俩人现在谁离谁过不了啊？所以咱们有的这个当妈的、当爸的琢磨这事儿，这个婚姻大事上一定得由他们自个儿做主，不能用自己的经验主义，用自己这点小小的功利之心来把孩子的幸福给搭上。所以阎婆这样的人是那看似精明，其实是笨蛋。就你不值得为了这点利益把女儿大好青春搭上了。你说你后半辈子孤苦伶仃的孩子也没了，怎么办？别死了雅思不说字。不会去告官的，如今还得我来打发雅思。我身上没带钱，雅思你不能走宋三郎，宋三郎杀人了。但是我们说呢，人想过点好日子呢，也不是什么大罪过的。是你要为了过好日子你害人，这可就不对了。咱们下面说这位老婆子呀，就后来成了害人精。谁？这老婆子名气大，王婆干娘早。一说王婆，很多人想起来了，这不是我老身，就是你的干娘大官人，如何大官人来碗酸梅汤我跟干娘说正经话呢，说这王婆是干嘛的呢？她本来是穷苦出身，说白了，孤老婆子老头也死了一个人过，跟着武大郎呢是邻居，在这个子时街上头开个茶坊，搁现在说就小茶馆，还卖点早点呢，弄点点心瓜子干果什么的卖这个的。他呢平常干这个业余时间干点什么呢？给人保媒拉个线到哪儿给干个接生婆呀？有时候是义务的，有时候收俩钱。他营销手段其实王婆是个精明人。你看他这个小茶坊呢，其实是个小的信息中心，搁现在说就是个朋友圈，就是个微博。很多的街坊邻居到他这儿坐一会儿呢，张家长里家短，仨蛤蟆5个眼聊聊天这聊的反正都八卦的事儿，那不对那个刘光棍怎么给王寡妇总挑水呢？那个孙媳妇进他们家说这2年就再要个孩子怎么得？3年过去了，肚子没动静，天天净扯这些没用的。可是这很吸引人，都愿到他这儿打听点闲事儿，人都有好奇之心，就把他这个小买卖给成全了多少呢？养家度日没问题。所以这王婆呢，其实在营销上她有一套，可是问题就是呢，她想的是一夜暴富，说白了等于是贪心把自个儿的是非善恶都蒙住了他。
为什么这么说他呢？你看他怎么拽这个潘金莲跟西门庆好的，这西门庆从下边走，潘金莲在上边一挑连龙啊，那棍掉下来啪嗒打西门庆脑。带上了西门庆刚要发火，一抬头你一下子看着潘金莲往下看，这下子色收魂欲，魂飞魄散，没见着这么漂亮的王婆呢，正在茶壶门口嗑瓜子呢，看着了。天和老太太过来，人啥都明白，嘿嘿嘿，有事儿。这里头哈哈大官人呢，眼珠子要掉出来了啊！转过天，西门庆到茶坊这儿，贼眉鼠眼逛的啊，王干娘怎么怎么的，他跟王婆打听潘金莲，这不知是哪家的娘子看起面生啊，嘿嘿，她是阎罗大王的妹子，武道将军的女儿。这王婆厉害就厉害在这儿，哎，欲擒故纵，所以她想促成这事儿，哎，他顾左右言，他躲着把西门庆给弄的。你记住这人呢，有句话嘛，叫偷不如偷不着。这西门庆这事儿一个劲儿够着，因为知道啊，这潘金莲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躲家里头，只有王婆走。他家跟平地似的，这是个色媒人呐，所以他一个劲儿巴结王婆。王婆怎么办？我故意逗着你玩，而且暗示你这事儿干娘我如今身子骨也不中用了，走一趟齁了气喘的，到你那儿抓药还挺贵的。西门庆不开药铺嘛，这就暗示西门庆想弄成这事儿嘛。哎，你得拿俩钱行不行？我不在乎钱。那就这么的一来二去，王婆就帮他预成了这段好事儿。哎呀，老身真是糊涂了。哎呀，忘了买些解酒的果子来了啊！有小人陪娘子，干娘放心，自去。好好好，娘子啊，你带老身陪陪大官人，老身去就来。啊，就所以说王婆在这儿上营销是很聪明的。为什么我说她这时候贪心蒙蔽了是非？西门庆不是个好人，王婆八劫。他是什么原因？西门庆有钱，在西门庆有势力，那是阳谷县黑社会一霸，同时家里头开着药铺什么的，买卖也多，而且跟县衙门、县太爷关系走得近黑白，两道也通吃。所以王婆想巴结上他自己将来好发点财，傍上这么有势力的人。但他毒在什么地方呢？你溜须拍马，为了生存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可是这个事情你害了一家人，人家俩武大郎潘金莲过着，中国有句话叫宁拆十座庙不破一炉香，人俩过着你拆散人家庭，这事儿缺了大德了。尤其是西门庆跟潘金莲这奸夫淫妇也不是什么好人，把武大郎给坑了。最后这不西门庆踹了武大郎一脚，武大郎着奸不成，卧病在床。这个时候传来信了，说武松啊插要回来了，把西门庆吓坏了。这武二郎打虎的人物回来，知道这事儿不把我给灭了怎么办呢？找到王婆，千不该万不该。王婆为了能够长久的靠上西门庆，这高枝出了个主意。那你这要真害怕呀，见武大郎有病，你弄死他。他出这么个主意，只有一样东西能让武大不开口。大官人的铺子里有干娘说的是正。是此物，没有他这主意。我想潘金莲、西门庆不见得能马上这么歹毒的干这个事儿。这是网上经典一句话嘛，端着药过来了，大郎你一听这话准不是好事。所以有句话叫武大郎吃药喝也是死，不喝也是死，就肯定要弄死他了。大郎该吃药了。今日新又抓的专治大郎的病，说这个事儿，你说西门庆色胆包天，潘金连不守妇道出轨，真正促成杀人这个事武大死于非命。我觉得第一元凶恐怕是王婆。就我们现在说你雇凶杀人、买凶杀人，你主谋判死刑，肯定你头一号。所以后来王婆让这个武松回来给剐了，这是罪有应得，就是一念贪心，出此歹毒的下策，把自己带到万劫不复之地。这人你看着好像精明的要命，这头斗着你那头拽着他，最后捞好处，最后死于非命，这叫机关算尽，太聪明，反误了卿卿性命。这是王婆还有的人呢，觉得呢我比他们精明，我呀既得了好处还不得罪人。说有这样人吗？太少了。而且你这回说我不得罪人还漏了好处，你下一回可能就遭事儿，就容易摊上事儿。水浒里头也有这么经典的反例。这个老婆子叫什么？叫李钱婆。说李钱婆那王婆阎婆怎么这多个钱字呢？这个钱字就虔诚的虔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老鸨子的意思。李钱婆就是姓李的老鸨子。说这个人在水浒里说没注意看呢，有这么人，他有个女儿叫李瑞兰。这个李瑞兰呢，说白了，这李钱婆也不是什么好人，把自己女儿啊也作为妓院的妓女，她自己亲自出马当这个钱婆，这可是货真价实的妈妈桑真是。妈妈说这李瑞兰跟谁好呢？梁山伯有个好汉叫九纹龙史进啊，一身纹着9条龙，特漂亮，功夫也高。这个时候呢，水泊梁山呢，宋江已经是山寨之主了，打了几场硬仗呢，山寨粮草就不够了，说咱得抢点粮食，上哪儿抢呢？离梁山不远的山东有个东
平府就现在山东东平县，东平县出什么呢？拉洋片的箱子。原来东平县做得非常好，就说要打东平府。可是问题呢，东平府这里头的知府早防着你呢。到梁山这伙人厉害，所以你想真把这城拿下来很难。那怎么办呢？史进说：“哥哥呀，我有个办法，兄弟已有良策，哈哈哈！弟弟，我曾在这东平府待过，与城中。”一个女子有些交情，此人贪图钱财，想必可以帮忙。我明日便乔装打扮入城，就在他家安歇他。这史进对个人魅力很自信，可你没想，你跟个妓女讲自信，这有点过了。史进说：“我呀，悄悄潜入东平府，我就以李瑞兰他们这个妓院作为据点，我在这儿给你当卧底，看看情况，打探好消息之后，打开城门放你。”进来咱抢他粮食。宋江说这干的可以啊，你跟妓女讲这个情分信用，他跟你好，就为了钱。你这时候梁山好汉在他那儿都通缉犯呢，那保不齐他给你汇。报了他官府要给俩赏钱，你这婊子无情戏子无义。结果史进呢，到了这个李瑞兰李钱婆这妓院里头，哎呦，这李瑞兰见他倒挺热情。李钱婆一问史进，知道在梁山落草呢，现在看混得挺阔呀。我女儿日夜想夜夜盼你，总算来了。我们娘俩困着呢，现在史进兜里揣着大把银子，给他们钱，可有一样，你借了人家的钱，人家就是你衣食父母，你再干对不起人的事儿，这可缺了大德了。结果这李钱婆把钱收下了，一琢磨不行，这官府正通缉梁山好汉，这万一官府真知道了，我们家就倒霉了。你说你要怕这事儿，你跟史进说，我们这个小户人家想太平日子过着，你来给我们惹祸，我们不敢收你，对不起，你要念我们娘儿俩个好啊，你就走。你这也叫世举人话，还收了史进的钱，贪图史进的钱财，背后他全家开会商量说，咱得告官府，要不然咱够呛，而且官府还有赏金呢。你莫声张，我这要去官府，这人留不得呀，妈妈，他只是暂借2日，何况我已经收了他的金银，你现在去告他，这不是坑害于他吗？瑞兰，你好糊涂啊！像咱们这样的行愿，人家不就是以此为生吗？千千万万的人都骗了坑了，哪里还少得他一个？这老婆子跑到官府那儿给告了，把史进抓起来，下了大牢了。官府那领份赏钱，结果这李钱婆呢，低估了梁山好汉的战斗力，又高估了东平官府的能力。宋江无用，带梁山大军稀里哗啦把东平府拿下，砸开监牢，把史进救出来。史进出来头一件事，啪哥哥给我10几个人，我要踏平李瑞兰他家去了。之后全家男女老少10几口，一个活口没留，全给弄死了。兄弟，杀了这帮鸟人，对，先杀了这帮鸟人，再去找李家婆娘算账呀！你说这李钱婆啊，当然梁山好汉说这暴力行为不值得提倡，可这李钱婆这事儿干的实在是有点过。你拿了人加钱，你怎么还能干这个缺德的事儿呢？说白了，啥都想要，既想要个太平，还又想要钱，这钱都啥都想要，既想要史进钱，又想贪官府钱，天底下哪有这样的？好。是这你在道德上立不住，干了阴损的事情，那是必遭报应的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说这个《水浒》里头这3个老婆子都是贪字当头，一颗心没端正，最后把字几卷下，看似精明，实则是人生一场里头的糊涂蛋。咱们现在社会里头一些中老年朋友也记住啊，人岁数大了，气血已衰，戒之在贪。你要是贪这个祸事，离你就不远了。有那么句话叫凡人为果，圣人为因。普通人呢害怕出现恶果，但圣人害怕什么？害怕导致恶果的原因。你怕官府来拿你，你怕这个英雄好汉找你寻仇，你怕自己倒霉作恶，太多了，报应死了。但是真正可怕的是什么？造成这些事情的原因就是贪心不足。说我以前在节目里说那句话，我还想再提一遍，人呐，这眼睛是黑的，心是红的血液嘛。可是你眼睛一红，眼红贪了，你这心马上就黑了，心一黑，大祸就离你不远了。